台湾是位在这个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处，所以台湾的地震特别频繁。那地震工程在台湾已经有将近30-40年的研究的一个历史。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2011年左右，在纽西兰基督城大地震，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这个建筑物，它并没有全毁，它只有倾斜。但是工程师经过评估之后，这样的建筑物我做补强也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评算它能够再使用的年限，所以最后因为保险的关系，这些建筑物都面临拆掉重建的一种命运。我们的地震观念从最早小震不坏，大震不倒在90年代到现今，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再次提升结构物在地震之下不但是不倒，必须是能够减少它的损害。因此我们就发展了这种所谓的自复位的这种抗震的观念。我们也从一些过去的案例可以发现，自复位系统应用到一些补强的结构物。举例来讲，96年的时候，意大利有一个教堂因为地震损毁，这个教堂已经有将近900年的历史，所以工程师就思考着说，把这个教堂呢增加自复位的能力。但它的自复位是用所谓的记忆合金钢，整个教堂这个砖造的教堂把它串联起来，让它提供自复位的能力。那我们也看到一些日本的案例，尤其在校舍，他们如何让这个校舍具有自复位的能力呢？他们就在校舍的两侧增加所谓的无粘结性的钢绞线。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了纽西兰一趟大地震之后，纽西兰也经过了一些复建，所以我们参观了几个建筑物，其中的一栋是一个 hotel， 它的柱是 RC 柱，它的这个梁呢，它是用原木做的梁，而不是钢梁。但是这两个不同材料的结合呢，就是用后拉预力的方式把它结合，也就是让整栋建筑物产生自复位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案例在欧美是用在梁柱接头的系统上，那在日本是用在斜撑的上面。那反观来我们台湾，我们来看，那要改变营造施工的习性、工程的惯例，那我们就思考着把自复位的这种系统导入在一个装置，那这个装置我们称之为斜撑。那其实斜撑作为抗震的这种结构物也很多。1970年代我们用所谓的同心斜撑来抵抗地震力，80年代之后发展所谓的错距数字斜撑。那我们在过去也发展夹形错距数字斜撑，它有一个核心构件之力，然后微束构件去提供它侧向的数字，避免它错距。那我们做了很多的实验，这样的成果也应用到很多的这个台湾的设计案例里面。举例来讲，像是台北市的市立延平中学的体育馆，台北广慈的公宅，以及华邦电子，还有这个新北市要盖的最高的大楼富华爱美，他们都用这样的系统的斜撑。那这种斜撑是规范所允许，但它可以提供很饱满的迟滞消失能量，但是它就没有自复位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在开始消能的时候，它的进度会变软，就丧失它的进度。那因此，我们就把消能跟自复位合在一起，放在一个新的斜撑，我们称之为自复位的抗震效能斜撑。那自复位的抗震效能斜撑，它利用绞线，也就是类似弹簧的原理，提供它回复力，同时就利用摩擦消能或是钢筋消能、钢板消能来提供它的消失能力。所以把这两个结合出来的这个斜撑，它就变成一个构件，在工厂制造，制造好之后，这个构件就可以运送到工地，就放到我们梁柱之间，所以不会去改变既有营造施工的作业流程。这边我要介绍的是双核心自复位斜撑的组合形式。那它主要是由4片端板、3组方形的钢管、2组钢绞线，还有1组摩擦效能装置所组成。形式就像是俄罗斯娃娃一样，管子是一个套着一个，而2片较小的内端板会与最小的管子的2端焊接在一起，而较大的外端板则是与较大且等长的2支方形钢管的2端相接触。至于组装施工方面，我们以绞线为中心，将3个管子依序由小到大套入各构件当中，再以4片端板在斜撑的2端加以焊接封装，这样就算是完成了。之后只要在绞线施拉预力，就可以将我们的斜撑投入实际的应用当中。这个模型是利用台大土木系的小型振动台模拟3层楼构架受到地震力作用下的情况。我们选择以平面构架的形式作为代表。
影片中可以明显看出有装鞋撑与没装鞋撑的重大差异，两种都是以上一波去做模拟。影片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没有加装鞋撑的普通抗弯举构架，在受到地震力作用下，可以明显看出变形大上许多，而且一变形即无法回到原有的位置。而左侧是有装鞋撑的构架，二楼我们装的是目前广泛使用的 BRB。虽然说 BRB 能在地震力作用下限制住建筑物的变形，但却会产生永久的变形。在1楼与3楼，我们装的是双核心自复位鞋撑，可以明显看出在地震力作用下有自复位的效果，而且不会产生永久的变形。我现在要介绍的是双核心自复位鞋撑的力学行为。首先，我们有分为第一代自复位鞋撑是左上角的图，然后右上角是我们的第二代。第二代我们改良的第一代，它的断面尺寸大幅的降低，而且有效去减少它的成本的支出。我们下面的2张是双核心自复位鞋撑的受拉跟受压的行为，它会像弹簧一样在受拉跟受压回到自复位行为。在最终的生产使用前，我们通过油压千斤顶对于绞线施拉预力，使其铆定于鞋撑的内外端板，并使其拥有自复位的能力。那么在施拉预力之前呢，我们会在每根绞线上粘贴单线的应变剂。我们通过两侧应变剂的应变大小，来对于施拉预力过程中绞线的预力进行实时的监测，从而给厂商提供了一种选择。在未来的实际生产使用中，如果想要对鞋撑进行监测，那么就可以采用这一套应变剂的系统。我们进行3层楼双核心自复位鞋撑构架分析，比较2组鞋撑构架，一组为有装有自复位鞋撑的鞋撑构架，一组是没有装鞋撑的构架。我们使用921地震历史去进行分析，图上我们可以显示，在地震历史结束后，双核心自复位的残余变形几乎为零，没有装任何鞋撑的构架残余变形达到10公分，显示双核心自复位鞋撑在近断层地震历史下是特别有效的。接着我们进行全尺寸2层楼鞋撑构架实验，比较2组不同的鞋撑构架，分别为双核心自复位鞋撑构架和传统鞋撑构架。这2组的试验结果比较显示，在侧向位移为120mm 左右时候，双核心自复位鞋撑构架的侧向力约为传统鞋撑构架的1.5倍，而且也可以看出说自复位鞋撑构架的残余变形是较小的。这一个研究进行了4-5年。那也获得了蛮多的奖项，2020科技部的未来科技奖，这一个装置也获得了国家创作的发明金牌。同时，我们也参加了很多国外的竞赛，像是首尔的这个国际发明展也是得金牌，那也获得很多的论文奖，所以说明这个研究能够有很好的成果，也希望呢，这个技术能够应用在台湾的这个产业界。因为台湾身处在地震带，所以每年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地震，因此抗震系统在近年来越来越备受重视。而这项双核心自复位效能鞋撑在亚洲地区算是非常独创的技术，尤其全程都是由台湾所生产与制造。非常开心能够参与台大土木系周老师研究团队，将这项技术更为精进。因为我们的自震系统是一个比较创新的发明，以往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图交给了厂商之后，厂商没办法按照图说上面制作出我们要的东西，或者是厂商完工了之后却不符合我们的设计所需。所幸经过同学们之间的讨论、老师的指导以及跟厂商之间的协调，我们都可以快速的排除困难，来达成我们的目标，拿到我们要的东西。从最开始跟随学长学习，到后来亲自参与这个实验，大概经历了有2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的研究算是全球独创、世界领先，所以当我遇到困难，我们通过查阅资料、跟老师、学长进行讨论，去攻克这些难题的时候，大概是我这次实验最有成就感的事情。